现在俊谷是来到了重庆市巫溪县的宁长古镇，但是今天天公不作美啊，下了一整天的雨了。这个雨从早上下到现在，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但是奇怪的是，这条大宁河的河水啊，却一点都没有浑浊，依然是非常清澈。虽然说下着雨，但是古镇却给我们展现出了另外一番美。也只有下雨天呢，才会有这种雨雾朦胧的感觉。宁长古镇离巫溪县城大约18公里，来这里的道路比较狭窄，马路的一边是悬崖峭壁，另一边是大宁河。雨天行走在这样的路上，最担心的就是落石。我一路谨慎驾驶，最终还是平安到达这里。宁长古镇有4000多年的制盐史，远古时期是不计不金服也，不稼不色食也的乐土。这句话翻译为现代的文字就是不从事纺织，自然有衣服穿；不从事耕种，自然有粮食吃。宁长古镇在唐尧时期就是盛极一时的巫咸国本土和手绘所在地，有过一泉流白玉，万里走黄金，无数之货咸汇于此，力分秦楚豫，则配汉唐年的辉煌。宁长古镇是三峡地区古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和摇篮，堪称世界的上古盐都和世界手工作坊的鼻祖。在古镇的历史上，曾爆发多次造夫的起义。在明正德3年，也就是公元1508年，爆发在这里的盐场造夫起义，历时5年，起义军达10万人，席卷西南地区6省市，比欧洲最早的工人起义还要早100多年，更应是世界工人运动的源流。古镇依山傍水而建，狭窄的青石街道、吊脚楼、过街楼等古建筑和民居沿后溪河蜿蜒延伸3.5公里，俗称7里半边街。大宁盐场在当时的交通是四通八达的，陆路有通往陕西西安乃至全国的古罗马大道，这些古大道遗址至今隐约可见。巫溪至湖北、陕西盐道上的人群中，至今还流传着这样的歌谣：贫穷路上无人问，富豪深山有远亲，但愿菩萨多保佑，有包柴盐稳稳心，吃顿饱饭沾点荤。古盐道上背盐夫，一身破烂风雨走，背盐之人无盐吃，3日2头无宿主。翻山越岭苦中苦，一粒柴盐贵如沙，穷人家里无盐巴，一年4季寡白水，莫想咸菜把饭下，贵客来了才见他。歌谣中提到的柴盐就是巫溪大宁盐场用木柴熬制的盐，民间认为柴盐的质量要高于用煤炭熬制的盐。这栋青砖拐角楼，楼顶上镶着一颗五角星。这栋建筑就是当年宁长镇的供销社。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，买米买布，几乎一切生活物资都要通过供销社购买。那时候买东西还需要米票、粮票。在这座破旧房子的墙壁上，还有一部早已经没有电话线的公共电话机。从这部电话机上就可以推测出来，宁长古镇的制盐业终止于上个世纪90年代。看着这部电话机，我仿佛看到了当年古镇兴盛的场景。在这条并不宽的街巷里，车水马龙，人来人往。一位父亲正在给家里打电话，跟妻子诉说着自己的思念之情。
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国家明令禁止传统的平锅制盐继续生产，在亏损泥潭里挣扎多年的大宁盐厂终于停产。目前盐场遗址有68眼造纸，保存完整的有15眼，制盐厂房近3万平方米。这一栋是宁场镇俱乐部，大概是建于上世纪60年代。这是一栋砖石结构的房子，房顶大部分已经坍塌，里面的观众席已经变成菜园了。这一栋是项家老屋，在解放前是宁场镇的首富，有5个熬盐的盐灶，7个制煤的笼子，号称5灶7笼。在武汉还设有商铺，家大业大，有10几个保镖，10几杆枪，还娶了3个老婆，一个姓佘，一个姓毛，还有一个姓蒋。当时姓蒋的老婆就是住在这里，据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才搬走。我一路沿着7里半边街往下面走，过了铁索桥，就来到了这口神圣的盐泉了。从宝源山流出的卤水清澈透明，乌盐成为当时的上上之品，也成为皇家贡品。一泉流白玉，万里走黄金，说的就是无锡宁场古镇宝源山的盐泉，年流量达到了16000吨。为什么在宁场古镇会涌出这样的盐泉呢？《余地纪胜》里记载着白鹿饮泉的传说。猎人严氏追赶一只白鹿，来到宁场古镇的一处山中。当他弯弓搭箭时，一道银光迷失了他的双眼。银光过后，白鹿不见了踪影，只剩下洞中汩汩涌出的盐泉。猎人又累又渴，舀起便喝，却发现咸得出奇。他用竹筒带回泉水，回家熬出一捧雪白的食盐。盐在当时无比珍贵，原来白鹿是指引人们找到盐泉的神使。于是严氏带领族人制盐度日。盐泉所在的大山被人们命名为宝源山，一座城郭也随之在大宁河畔兴起。宁场古镇的制盐业鼎盛于清康熙4年到乾隆31年，也就是公元1665年到1766年，100多年中，盐灶增至336座，盐锅有1008口，产量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，号称万灶盐烟。虽然盐泉的浓度每年会因为季节而变化，但到冬季浓度会恢复到峰值。奇怪的是，如今盐泉的浓度正在逐年变淡，盐泉的含盐度下降，现在成为一个谜，还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。而且盐泉的浓度变化后，要恢复盐泉熬盐已经是不可能，只能对遗址进行复建，并将工艺进行保护和传承。曾经盛极一时的上古盐都，最辉煌的时候多达上万人在这里居住，如今只剩下一些不愿意搬离的老人。他们依然在这里居住的原因也许各有不同，但有一点我认为是相同的，那就是在这里更能够唤起他们对青春岁月的记忆。哎，阿姨你好。这个古镇已经没有什么人了啊。啊？还有的。还有啊？还有。哦。哦，应该只剩下几户人家了，对吧？西门口也有。哦，那上面还有啊？上面有。哦。高头也有，左里也有，都有。那到现在还剩下多少户人家呢？有户口的还是这边，户口在高头的。有户口的还有几百。啊，有些是为小孩上学，从城里去的。哦。
些他是没有办法，高头没有学校。嗯，那在这个古镇里面住的还有多少人？这都是一些老人，嗯，这些年轻人有些出去打工了，哦，有些下城带小孩去了。嗯，这里面现在没有学校了。这里面好久没有了。哦，原先他们是走双河现在也没有小学了。嗯，那你们如果说买菜的话怎么办？自己种吗？有时下乡去买，下乡去买？有时他们车子拉到东门大桥那里买。哦，就是无锡县城那边送过来的。啊，哦，有几个专门卖菜的嘛，弄车子拉上来卖。哦，那生活还是方便哦。啊，哦，好的好的，谢谢奶奶啊、不行。谢谢阿姨才对哦，应该说阿姨。好，好，我去逛一逛啊、啊。好的好的，啊。